我跟你们陈总8年的交情，你们敢拦我？信不信我让他一句话就让你们滚蛋？女士，这里是私人宴会，没有邀请函真的不能。哎呦，没天理了！公司做大了就翻脸不认人，大家快来看啊！大老板欺负我们孤儿寡女了！这位女士，你要是再闹，我们就只能把你请走了。瞪着干什么？哭，大声哭！你还想不想有钱念大学了？让他们放行。女士，陈总，请您进去。陈总，恭喜恭喜啊！我这紧赶慢赶，总算没错过您的8周年庆，祝您生意兴隆，八方来财。谢谢。陈总，之前都是误会，是我脾气不好。您看，咱们8年的交情，哪能说断就断？您看，我今天把小肖带来了，这孩子一听说要见陈叔，高兴的不行。您就把字儿签了吧，以前的不愉快，咱们一笔勾销。陈总，您这是喝多了手滑了，瞧我应该先给您拿张桌子。总，快找你。不用剪了，我们8年的合作到此为止。陈总，小小可是您看着长大的，您要是不续约，我们孤儿寡母真的就活不下去了。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是良心价，铺租、人工、物流哪样不要钱啊？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确实难看。看着孤儿寡母是挺可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为了给您配货，把这几年全部的积蓄都压了进去。您说不签就不签，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吗？您看看小小马上该念大学了，你要是不签字，他的前程可就毁了。我们娘俩明天就得去天桥底下要饭了。8年前，他用这份柔弱换取了我的怜悯；8年后，他想用这份伪装来绑架我的原则。李总，别演了，你所谓的全部积蓄，压的是那些漏墨的笔，还是卡纸的再生纸，或者是刚开机就冒烟的打印机？这8年我付给你的货款，刨除成本，你的纯利不下1000万。这些钱你买了名牌包，换了豪车，戴上了这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却用最廉价的次品来回馈我这个让你发家致富的客户。小小，别怕，告诉叔叔，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她真的把所有钱都拿去进货，连你的学费都拿出来了吗？陈叔叔上个月给我的学费，你不是拿去买那个新包了吗？各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正式宣布，盛世集团已经和西光文具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西光的报价只有你的一半，产品质量通过了国际 ISO 认证，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比你有良心，懂得什么叫契约精神，而不是把合作伙伴当成提款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当你的良心可以明码标价的那一刻，它就一文不值了。陈恒，你别被骗了，那个西光根本就是个黑作坊，他们卖的那么便宜，用的肯定是工业废料，你会被他们坑死的。陈总，看在我们合作8年的情分上，也看在小小的面子上，你现在跟那个什么西光毁约，我再给你降100万，这是我能拿出的最大诚意了。李总，你说西光是黑作坊，有证据吗？当然，价格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么，用同样的方式，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才是那个真正的黑作坊老板呢？李老板，背后说人坏话可是要遭报应的。你这么关心我们西光的商业道德，不如先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商业信誉。照片里这个人是成交一家早就被吊销牌照的非法加工厂负责人，你是怎么认识的？陈和，我不认识这个人，都是他污蔑我。不认识会去吃饭？你攻击我那些漏墨的笔芯、甲醛超墨的劣质纸，全都是出自这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这人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沈芳菲，你为什么非要和我作对抢我生意？我赚我的钱关你什么事儿？没有为什么，这8年要是没有陈总对你的帮助，你那家小店早就倒闭了。我就是不想看到陈老板这么好的人被你恩将仇报。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撕了就没了。真够黑心的，办公耗材跟不上，工作效率下滑，8年时间，不敢想陈总损失了多少。这样的供货商根本就没人合作，要不是看他带个孩子可怜，陈总绝对不会签约。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有孩子要养，你身家过亿，让我多赚一点怎么了？李丽娟，你撕掉的不是照片，是你最后的一点体面。让保安带他出去，通知法务部，针对这8年来微光文具提供的伪劣产品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正式提起诉讼。陈和，你不能这样对我！用别人的善良作为筹码时，就该想到倾家荡产的那一天。是你为了抢我的生意，故意伪造这些照片来诋毁我。陈和，你不要相信他，他就想看我们8年的合作关系破裂好，坐收渔翁之利。陈总这么好的合作商，有的是供应商争抢，没有我也会有别人，但再也轮不到你。陈和，你信我，那些照片是假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滚！你这个赔钱货，光知道哭，你哑巴了吗？还不快跪下来求你陈叔叔续约，不然我们娘俩明天就得去要饭，快去呀！妈，陈叔经常照顾我们家生意，这支笔就当做送给陈叔叔的吧。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参与。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不需要向任何人下跪。陈和，你这个不讲信用、没良心的伪君子！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你说不续约就不续约，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要换人？你竟然有脸跟我谈良心？李丽娟，我早就说过我要换供应商，是你自己不信，非要拿出积蓄压货，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你今天的下场与任何人无关，全是你咎由自取。你们都看看，我掏心掏肺的对陈和，公司所有耗材从挑选到安装，哪一样我不是亲力亲为？结果呢？他现在发达了，就把我一脚踹开，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男人。苏晴，把清单拿来。好。这就是你所谓的掏心掏肺。我让人送到检测中心做了检测，都是化工物压缩的废料做的。陈和，你听我解释，当时这批货是我找别人做的，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糊弄我，我也是受害者。我要是不拿出证据，你永远都不会承认。你早就知道东西有问题，还敢卖给我们公司，良心被狗吃了吧？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上次让你换那台冒烟的打印机，你推脱了半年都没处理，肯定是心虚了。赚的钱全花在了自己身上，李小小的衣服都快成抹布了，也没人管。你不配当妈。李丽娟，你的良心我还给你了。陈和，我杀了妈，咱们还是回家吧。滚开！别在这碍眼，没看见我在谈生意吗？陈和，合同上黑纸白字写着，你单方面解约就是违约，得赔我违约金。合同的基础是诚信，你拿废料冒充进口耗材的时候，就已经毁了契约精神。别和我扯什么诚信！我为了保你公司的供应，把8年攒的辛苦钱全压在了那几百万的货里。你一句话说不签就不签，想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吗？大家都看看，陈和忘恩负义，欺负我一个寡妇。8年前我风里来雨里去给他送货，半夜一个电话，我发着烧都往他公司赶。现在他身家过亿，嫌我店小，找了个小女人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他没有良心啊！李老板，你压的那些货是那堆写2个字就断水的烂笔，还是那批甲醛超标、闻一下都减寿3年的再生纸？这种垃圾，你竟然有脸要陈总赔偿？你闭嘴！
你这个女人，不就是想抢我这块肥肉吗？你伪造几张照片就想毁了我的生意，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李丽娟，我本来想给你留最后一点颜面，既然你坚持说我忘恩负义，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这8年到底是怎么辛苦送货的。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耽误老娘打麻将的时间。这么点东西都拿不稳，干什么吃的？我这台打印机好几千，你今天工钱别想要了，给我赔钱！你这机子本来就重，4个人搬的，你只肯出2人的工钱，我们实在抬不住。抬不住就拿命赔！少说废话，赔钱，不然我就让你们老板辞退你。愣着干什么？去后车厢找个没拆封的新箱子，把这台坏的打印机塞进去，封条贴好，一起送上去。老板，这机子都摔坏了，送上去被发现了怎么办？怕什么？让你送就送，哪来那么多废话？陈和心软又好拿捏，反正都是公司的钱，他不会仔细看的，坑他一笔是一笔。这是诈骗！欺人太甚，这已经不是做生意，这是赤裸裸的诈骗。陈总，这种人绝不能姑息。这8年他还不知道换了多少烂货进去，难怪我那台打印机第1天用就冒黑烟，原来是他换的破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李老板，这就是你挂在嘴边的良心提供给我的好产品。假的，这视频是你伪造的。陈和，为了把我踢出局，你竟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这是诽谤！我可不会为了污蔑你这么大费周折。各位可能觉得这只是一台打印机的事，但我想告诉大家，这台坏掉的打印机在半年前差点毁掉了我们公司一个价值上亿的项目。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李丽娟，希望她能立刻派人送新的设备过来，可她却告诉我天太晚了，找不到工人搬运，让我自己想办法。当时我以为她是真的有困难，为了不耽误项目进度，我主动提出3倍的工钱和运费，她才勉为其难地答应我当晚把设备送到。结账的时候我发现她在这批设备的款项上又凭空加了50万。我当时觉得半夜调动人手确实辛苦，这笔钱我就当作给他的辛苦费，没有计较。这已经不是做生意了，这是趁火打劫。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打印机坏了，我们整个部门通宵加班，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善意和体谅竟然成了他肆意拿捏我的把柄和得寸进尺的资本，太过分了。不是这样的，我是拿良心做的生意。良心？那些漏墨的签字笔，冒着黑烟随时可能起火的打印机，哪一个我冤枉你了？你不仅生意做得烂，人做得更烂，对待亲生女儿动辄打骂，拿她当卖惨的工具。李丽娟，你的人品和你的产品一样，都是伪劣品。我供她吃穿上学，我还要怎样？我为了养活她累死累活，我已经够有良心了。是你们这些有钱人不懂我们的苦。我今天当着所有合作伙伴和在场员工的面，正式宣布，从今往后，我的公司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业务往来。我们只会和像西光文具这样有良心、有契约精神的供应商合作。我明白了，不然他怎么会转头就把几千万的单子给你？沈芳菲，你到底在床上吹了多少枕边风，才让他这么狠心赶走我这个8年的老功臣？你要是敢再闹下去，我不介意把你店里那些倒卖3无产品的烂事儿全都捅出去，让你以后赚不到1分钱。妈，我们回家吧。你说什么？就知道哭！够了！当初我之所以容忍的小动作，全是因为看在你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不易的份上。这8年，我给你的机会，
给你的利润足够多了，我已经仁至义尽。好，陈和，你够狠！你别忘了，我们合作了8年，我的货源覆盖了全海城，西光文具那种规模根本接不住你的需求。你断了我的路，你的公司也别想好过。我们走着瞧，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跪着来求我回去供货的。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们的周年庆继续。陈总，这是我们西光文具的服务承诺书，我郑重承诺，西光提供的永远是质量最优、价格最合理的办公耗材。沈总，只要和你们合作，都有这样的服务。我们还将提供一整套定制服务，可以极大提升效率的专属耗材套装，以及覆盖所有电子设备的免费维护，24小时服务。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这种服务模式我第一次听说，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给我们公司也定制一套，现在就签合同。我们公司也正为这些琐事头疼。陈老板，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我选择的供货商肯定不会有问题，大家放心合作。当然，只要是陈总的朋友，就是我们西光文具最尊贵的客户。我们同样会为大家提供顶级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陈和、沈芳菲，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沈芳菲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刚开没多久的破店，论资历、论货源，哪点比得上我？就算他拿到了陈和的订单又怎么样？他根本没能力完成。等他交不出货，陈和还不是得乖乖回来求我？哼！今天陈和让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丑，这笔账我记下了。等他来求我合作，价格必须再涨5成。上班时间就知道偷懒，店里这么乱也不知道收拾一下，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就滚蛋，别想白拿工资。店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有什么可忙的？还敢顶嘴！今天再卖不出去东西，这个月的工资你一分都别想拿。我就不信打折力度这么大，还能没人来！我今天就要把你沈芳菲的生意全都抢光！老板，我想买点办公耗材，我看你这写着8折。8折是部分固定产品，我们店里的东西都是良心价，用不着打折。我还要交点笔送给学校的孩子们。这个好，进口的，1支10块。这么贵？你要是买的多，可以给你打个折呀。什么进口笔？写个字都这么费劲，还好意思卖10块？你们这是明着坑人啊！不好意思，可能是这笔放仓库时间有点久了，密封出了点问题。我马上给您换一支刚到的货，保证绝对没问题。价格我再给您打8折，您看怎么样？不用了，谁知道你这店里的笔是不是打开一支断末一支？就这种劣质产品也敢拿出来卖，你们根本没有一点做生意的良心。我真纳闷，这店到底是怎么开下去的？别走啊，有话好说，价格好商量。8折不行的话，我给你就7折，总价再给您抹个0，您看行不行？就当是我给您赔个不是了。谁还愿意来你这儿买这些价高质次的玩意儿？你自己看看，人家马路对面的西光文具店，同样的笔，质量比你这好10倍，价格还比你公道，老板的服务态度更是没话说，以后再也不会来你这家黑店了。陈和、沈芳菲，你们坏了我的生意，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喂，老刘吗？是我，李丽娟。李老板，这么急着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
我们快10年的交情，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全海城的批发商停止给西光文具供货，一根笔杆子、一张纸都不许卖给沈芳菲。这个事儿简单，不难办。不过，你之前欠我那30万的耗材尾款什么时候给我结清？我可不能白帮你。只要你办成这件事儿，我马上给你结清。沈芳菲，你不是很能干吗？我断了你的货源，看你拿什么跟陈赫交代？到时候你还不得乖乖跪到我面前求我高抬贵手？陈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吩咐我就好。路过，顺便来看看你们的供货筹备情况。您看，这是我们最新引进的一批货，笔芯墨水采用的是纯植物提取物，已经自费做了最严格的 SGS 质量检测，所有证书都齐全，保证书写流畅、安全无毒，绝对用得放心。沈老板，你的能力和诚意我看在眼里。我希望我们的合作不是一朝一夕，只要你能一直保持这样的服务和质量，我们永远是最忠实的合作伙伴。陈总，3年的独家供给，合同生效后，我会月付500万的定金给你。陈总，谢谢您。我向您保证，绝不辜负您的这份信任。陈总，您放心，3天，我绝不会耽误您的事儿。我现在就去工厂敲定生产计划，保证3天后第一批办公耗材会准时准点、一样不差的送到贵公司。我相信你的能力。怎么回事？难道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吗？算了，时间不等人，签了这么大的单子，必须亲自过去一趟才显出诚意。刘老板，给你打电话一直不接，原来在这儿忙着呢。大家都在，正好，我这刚接了个大单子，这是第一批的订单目录，量很大，3天后就要交货，您可得给我优先安排。刘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沈老板，在海城做生意得讲规矩。你断了娟儿姐的财路，就是断了我们这帮兄弟的财路，还想让我们给你供货？你当兄弟们是傻子吗？刘老板，商场如战场，是李丽娟自己卖假货砸了招牌，与我无关。我们是正经合作，钱货两清，我甚至可以预付全款。我们不认钱，只认人。我今天把话放这儿。全海城的批发商，谁敢给你沈芳菲供一根笔芯，谁就是跟我老刘过不去。为了一个失信的李丽娟，你们连钱都不赚，这笔订单的利润够你们吃半年了。那也不稀罕。姓沈的，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现在整个海城的供货商没一个会给你供货，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交不出货，光是赔给盛世集团的违约金就够你倾家荡产。走吧，别在这碍眼，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陈总，对不起，3天内的耗材恐怕供应不上了，合同上的违约金，您看能不能？出什么事了？不知道李丽娟用了什么手段，耗材批发商全部拒绝给西光供货。别着急，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过来带你去一个地方。陈总，您来了。老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光文笔的沈老板，
也是我公司现在唯一的耗材供应商。别看王厂长厂子不大，当年可是海城最早做办公效材加工的工厂。他太坚持用料和质量，没办法跟那些偷工减料的工厂拼价格，被挤出了主流市场。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绝对没问题。王厂长，情况紧急，这是我们第一批需要的素材清单，您看看能不能尽快帮我们安排生产，千万不能耽误了陈总公司的正常运营。沈老板，你放心，陈总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马上安排让工人们赶工，给您这条生产线开足马力，3天之内保证按时善量，把质量最好的货送到地方。陈总，这次真的太谢谢您了，如果不是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举手之劳，不过你也别掉以轻心。李丽娟的计划落空，肯定不会轻易放手，后面她一定还会想别的办法来制造麻烦，你要提前做好准备。我明白，这次是意外也是教训。等这批货交了，我会立刻着手自己的产业链，绝不会再给李丽娟任何可乘之机。今天就是沈芳菲的交货日，货要是交不上，陈和的公司肯定陷入瘫痪，我看他们怎么办。哟，陈总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沈芳菲中看不中用，现在好了，整个公司的耗材都断供了，耽误了生意，这损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吧？不过呢，看在我们8年交情的份上，只要你现在把续约合同给我送过来，再亲自给我道个歉，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度过这次危机，怎么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海城的渠道明明已经被我……李丽娟，海城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把良心按斤卖了。沈芳菲、陈和，你们给我等着！喂，王哥吗？是我李丽娟，帮我找几个兄弟过来办点事儿，钱不是问题。陈总，不好了，楼下出大事了！李丽娟带着一群记者和地痞，把沈小姐给堵住了。大家快来看，就是这个狐狸精，他用见不得光的狐媚手段勾引了盛世集团的陈总，抢走了我们家合作8年的订单，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被他害得活不下去了。看他穿的光鲜亮丽的，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这年头，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可怜了这对母女。沈小姐，请问你和陈总是什么关系？你是否承认为了订单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沈芳菲，你不是能耐吗？我今天就要让你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要让你这辈子翻不了身。你疯了！大家看看，他心虚了，他还想打我，大家帮我评评理啊！我没有，不是这样的。都给我住手！陈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今天这么媒体在，只要我几句话，就能让你公司的名声、你的个人形象都会毁于一旦。不过，我也不是不讲情面，只要你现在立刻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签一份续约10年的合同，并且把耗材利润再给我提升2成，我就让他们马上离开。李丽娟，别把所有人都当傻子。陈和，你就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被你害得生意没了，店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们娘俩马上就要饿死了。今天你必须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给我一个交代。陈总，对于李女士指控您始乱终弃合作伙伴，打压弱小陈体的行为，您作何解释？盛世集团作为知名企业，难道就是靠压榨孤儿寡母来获取暴利的吗？请给公众一个交代。既然媒体朋友们自诩公平公正，那今天我们就把这层遮羞布彻底撕开，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李女士口中的8年合作，是我陈某人看在旧情上，每年给她的微光文具送去上百万利润。可她回报给我的是什么？是掺了汞的毒密盒，是断墨严重的翻新笔，是甲醛超标3倍的劣质打印纸。因为这些废料，我公司半年来报废了30台高精度绘图机。沈小姐提供的
才是真正救命的合格产品。更荒谬的是，前几天我在他店里临时借用一支笔签字，这位李老板竟然当众向我索要10块钱的租借费。妈呀！1年赚人家上百万，借用一支笔收10块钱，这心是黑透了吧？典型的生米恩斗米仇啊！这种人也配叫孤儿寡母，简直是吸血鬼！你胡说！这都是你为了毁约编造的谎言，我卖的都是正品，没有任何问题。陈总，当着媒体的面说话可要讲证据。证据，我当然有。证据当然有，我不仅有证据证明它是如何克扣质量，更有证据证明李丽娟提供的劣质耗材正在一步步危害我公司上千名员工的身体健康。什么？真的假的？就在昨天，我们已经将李丽娟之前供应的所有耗材悉数送往了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李丽娟供应的品牌帽盒内部早已发霉变质，更严重的是，笔芯和打印机耗材中都存在渗漏化工废料的问题。这些有毒物质长期使用会对我员工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李女士，请问陈总说的是真的吗？您真的用化工废料来冒充原装帽盒吗？这已经不是商业欺诈了，这是在慢性投毒。您这么做良心何在？你胡说！你们用了这么多年，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这都是你为了毁约做的假报告。我看真正有问题的是沈芳菲的货，你们去查他。它的报价那么低，肯定是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根本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你这个邪恶的资本家，为了省钱就用这种垃圾货糊弄员工，你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请问你们对此有什么回应吗？请正面回答问题，请正面回答问题。这是西光文具所有耗材的全套产品证明书和专业检测报告，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沈老板提供的所有耗材都通过了国际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每一项检测结果都远优于国家标准。至于你说的报价低，那是因为沈小姐优化了供应链，砍掉了像你这样吃回扣搞投毒的中间商吸血鬼。我陈合做生意讲究的是双赢和诚信。我之所以选择和沈芳菲女士合作，不是因为任何见不得人的关系，而是因为西光文具能为我的公司、我的员工提供质量更好、服务更优也更安全的产品。这是对我的企业负责，更是对每一位信任我的员工负责。李女士，对于陈总出示的这些证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提供的耗材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这件事你是否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这是商业欺诈，甚至是蓄意伤害，请你立刻给我们一个解释。这些都是伪造的，我的耗材绝对没有问题。伪造，李老板，你是不是忘了8年前，是你自己主动找到我，签下了这份质量终身保证书？陈总，太感谢您了，您给了我这么大的机会，我李丽江无以为报。这份保证书您收好，我跟您保证，以后给您公司的货绝对都是最好的，服务也一定是最好的。假的，都是假的，我没签过，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签名，是你伪造的。你说是伪造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份协议连同过去把我们双方签订的所有进货清单一同送去最权威的笔迹鉴定中心。我想，一份是伪造，难道成百上千份都是伪造的吗？李丽娟，我本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可惜路是你自己选的。这是8年来所有的采购清单汇总，8年，盛世集团从你微光文具采购办公耗材，总计货款1280万元，其中劣质有毒产品占比超过40%。按照保证书约定，你不仅要退还告货，还要支付50%的违约金。我只计算你最基本的赔偿责任，因劣质产品给我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因有毒耗材可能对我员工造成的健康损害、精神与身体补偿金500万，合计1000万。对于李丽詹的商业欺诈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我司将立刻提起诉讼，依法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绝不姑息。我也想借此机会告诉所有人，盛世集团欢迎所有诚信的合作伙伴，但对任何背信弃义的小人，我们必将追究到底。天啊，心太黑了，这种人就该让他牢底坐穿，赚黑心钱还敢来闹事儿，刚才差点就被他骗了，真是个毒妇。李女士，1000万的赔偿，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请你立刻给我们一个解释。
通知法务部启动诉讼。另外，把那个孩子的资料给我一份。好啊，你们，我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给我偷懒耍滑是吧？一个个站在这里当门神吗？这个月的奖金都别想要了。我们不干了。丽丽娟，这破活谁爱干谁干，我们要集体辞职。什么？辞职？你们疯了？你们说不干就不干了？行啊，要走可以，这个月的工资必须扣一半。扣一半？你还有脸说扣钱？我们每个月辛辛苦苦到你手里还剩几个钱？摆错一个本子扣20，坐在椅子上喘口气超过10分钟扣50，你当我们是机器吗？还有这个钟，你故意把钟调快了10分钟，我们谁不是天天迟到？迟到一次扣10块，一个月下来光迟到费就被你扣掉好几百，你安的是什么心？后面的仓库里堆满了那些假冒伪劣的墨盒和笔芯，那股化学味熏得人头疼。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连一个最便宜的口罩都舍不得给我们买。现在我们不干了，你还要扣钱？李丽娟，你的心是黑的吗？你们想造反吗？我告诉你们，店里有规矩，离职必须提前半个月。你们现在拍屁股走人，造成的损失就得从你们工资里扣。我们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痛痛快快把工资结了，我们立马走人；要是不给，我们现在就去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你这里卖的所有东西都是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天天上货，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让咱们把那些几十块的假货当几百块的正品卖，这叫商业欺诈。到时候罚款可就不止我们这点工资了。你们这群白眼狼，我对你们不好吗？我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你们就这么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少拿孩子当挡箭牌！你克扣我们工资的时候，想过我们也是别人的子女父母吗？给钱！给，我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把视频删了，谁都不许去举报，不然1分钱都别想拿到。喂，李总啊，对，那个合同我看了，没问题。张总放心，货款没问题，我们是长期合作嘛。喂，是张总吗？我是微光文具的小李啊。对，那个我们店里最近为了回炉资金，所有耗材都打骨折价，您看要不要？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刘经理您好，我现在很忙，以后不要再打来了。王哥，江湖救急，求您了！陈和，都是你，是你毁了我的生意，是你毁了我的一切！好的妈妈，我拼了命撑着这个家，起早贪黑打拼，什么都想给你最好，为什么你就是不听我的？那天我让你求一句就一句，我们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我没用，是我护不住这个家，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喂，我要举报。我们的目标，请问有什么事？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我们接到10名举报，称贵公司涉嫌长期采购并使用3无办公耗材，在偷税漏税的重大问题，举报人证据详实，性质严重，现在请你们立刻配合检查。这绝不可能，我
我们公司所有采购都有正规渠道和发票，税务更是由业内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每年都主动自查，怎么可能出这种问题？小姐，请冷静，我们只相信证据，有没有问题查过才知道。现在，请陈总配合我们的工作，立刻提供近3年的采购清单和税务总账。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将视为妨碍执法。配合，我们当然100%配合。不过在配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什么提议？为了证明我司的清白，也为了让这次执法过程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我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全部检查过程进行全网同步直播。可以，公开执法，我们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我操，前排吃瓜！这公司老板有点东西啊，敢直播查税，估计是虚张声势吧。各位网友，这是我们西光文具为所有客户提供的标准文件，包括每一批货物的厂家授权注、国家级质量检测报告，以及由税务系统直接开具、可随时查验的电子发票。我们保证从西光出去的每一件商品都来路清白，有据可查。牛逼！这质检报告是国家级的，这才是正规公司啊！我刚查了，发票都是真的。举报的那个是傻子吧？陈总，经过我们的严格核查，贵公司的采购渠道、产品资质和税务账目均未发现任何问题，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对于这种以造谣方式干扰正常市场秩序的恶意举报行为，我们将会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另外，像贵公司这样诚信经营、坦荡透明的模范企业，我们也会上报，为您申请年度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的荣誉。感谢2位秉公执法，也感谢各位网友的监督。西光文具欢迎一切阳光下的检视。你简直是商业奇才，这不是危机公关，这是史上最强的免费广告。就这1个小时，我们西光的官网服务器都快挤爆了，好几个大型连锁商超的采购总监亲自打电话来，要跟我们签独家供货协议。不过我真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想不开，给我们送了这么一份惊天大礼？他这是亲手给自己挖好了坟墓啊！我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选择了万劫不复。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些账目，那些质检报告，他从哪里变出来的？这才几天，他怎么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换掉？完了，全完了！刘哥，您怎么来了？李丽娟，30万，当初说好了，你用我这批货搞定陈和的公司，拿到供货权，这笔钱就连本带利还给我。现在你的戏唱砸了，我的钱呢？刘哥，您再宽限我几天，都怪陈和那个王八蛋，是他。我不管什么陈和王和，我只认钱。刘哥，您看货还在这里，我用这些货抵债，这些都是紧俏货，绝对是这个价。哈哈哈哈！抵债，李丽娟。你拿这些破烂糊弄写字楼里的小白老行，想拿来糊弄我？这些东西是从哪个黑作坊出来的？我比你更清楚。这玩意儿出厂价几毛，你卖10几块，你当我是陈和那种冤大头？你和陈和那点破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只认钱。陈和把你给告了。这事在咱们这个圈子里早就传遍了，你别指望拿它当挡箭牌。我给你3天时间，30万1分不能少。这还是看在咱们合作多年的交情上，要是换了别人，老子1天都不会多给。3天后拿不出钱，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刘哥，我给，我一定给，我卖房子，我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一定把这30万给您补上。听说李丽娟欠了不少钱，那些债主天天上门来闹，为了还债，已经把房子给卖了。现在带着李小小住进了城春村的出租房，这店白天根本就不敢开门，看样子是想拉着那些假货，不知道去哪里骗人了。那都和我没关系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是他的报应。哎，又是你！都说了这里不准摆摊儿。
怎么办？别着凉了。陈和，对，去找陈和。他以前那么心软，只要我求他，他一定会帮我的。陈总，陈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只10块钱的天价笔，那些工厂合作都是我一时糊涂，是我鬼迷心窍。求求您，看在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是人，我忘恩负义。您看在我们合作这么多年的情分上，看在我还有一个女儿要养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自从没跟您续约，我那些老顾客全都跑了，新顾客来一次也再不回头，店里的货全都卖不出去，我现在负债累累，房子都卖了。我已经得到教训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陈总，您再帮我最后一把吧。您在咱们这个行业里有威望，只要您肯帮我，我的文具店就一定能好起来。您就再从我这里进一次货，哪怕只是1箱A4 纸，只要别人看到您还跟我合作，他们就都回来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敢糊弄人了。您开个价，只要您肯点头，价格随便您提。李丽娟，你错了。你的生意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不是因为一支笔、一台打印机，甚至不是因为你举报了谁。那是因为什么？李丽娟，你错了。你的生意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不是因为一支笔、一台打印机，甚至不是因为你举报了谁。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早就把自己的良心给丢了。你开店的时候，口口声声跟每一个客户说你卖的是良心价，可你做的却是天底下最没有良心的事情。我错了，陈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求求您，求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我无论如何都想把生意做下去。你连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做不到有良心，还谈什么做生意？这些年你赚的钱都花在了哪里？买奢侈品，做美容，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可你的女儿小小呢？你给她买过几件像样的衣服？你给她报过一个兴趣班吗？我会改，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我一定好好做生意，好好对笑笑。陈总，只要您肯再跟我合作，您让我做什么都愿意。机会我给过你，做人做事机会都只有一次，你已经没机会了。你满意了？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店没连最后一丝希望都没了。我让你去求他，你为什么不去？你但凡听话一点，我们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你这个丧门星，赔钱货！从生下你那天起，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李丽娟，3天时间到了，钱呢？刘哥，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想办法。想办法？你的房子卖了，店也黄了，陈和那边更是把你告上了法庭。你拿什么想办法？拿你这张老脸吗？刘哥，这些都给你，只求你能再宽限我几天。就这点东西，连还利息都不够。李丽娟，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老刘的钱不是那么好赖的。既然你还不出钱，那就只能用别的东西来抵了。刘哥，不行，他还是个孩子，您放过他吧，求求您了，钱我一定会还的。我去借，我去卖鞋。
现在知道她是你女儿了。你拿她当工具博同情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把她当出气筒打骂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啊？债是你欠的，跟个孩子没关系。但规矩就是规矩。明天这个时候，钱要是还不上，我就会申请治安局和法院对你进行强制执行。到时候你们母女就在治安局的铁窗里团聚吧。刘哥，跟他废什么话？咱们还有下一家呢。让他跑，跑了也好，让你清静清静，专心筹钱。李丽娟，听好了，明天中午之前，本金加利息1分不能少。这钱你要是还不上，咱们就按合同办事儿。你的债权人不止我一个，到时候谁能保你，你自己掂量。不能让他跑了。陈总，楼下有个小女孩，好像是之前李丽娟的女儿，浑身都湿透了，看着快不行了。马上叫救护车。小小，告诉叔叔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陈叔，我不想跟妈妈在一起了，她会打死我的。求求你，别把我送回去。我一直以为我的报复已经足够彻底，但我错了。对于一个连人性都已泯灭的恶魔，仅仅让他倾家荡产，远远不够。小小，别怕，有叔叔在，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喂，是教育保护中心的王主任吗？我这里有一个情况。陈和，让我进去，我要见我女儿小小，妈妈来接你了。李丽娟，你没有资格再见她了。李丽娟女士，我们是教育保护中心的，我们接到举报，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您存在长期虐待、精神控制、遗弃子女的行为。根据教育中心保护法，我们决定暂时剥夺您的监护权，将李小小女士送往福利机构进行保护。后续我们将对您提起诉讼。是你，陈和，是你搞的鬼！她是我女儿，你凭什么抢走她？你把她当成摇钱树，当成出气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女儿？你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她推向深渊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只是一个18岁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了。有些人根本不配为人父母，而他的报应才刚刚开始。小小来1个星期了，但他几乎不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每天就坐在床边发呆，也不愿意继续回到学校学习。有没有安排心理辅导？安排了，但小小对其他人的防备心很重。心理老师说他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他信任的人来陪伴。陈叔，你会把我送回去吗？不会，谁也不能把你送回去。叔叔答应的事一定做到。可是妈妈说过，没有人会真心对我好。她说我是个拖累，谁收留我谁倒霉。你不是拖累，你是一个很勇敢、很了不起的人。你能反抗你的妈妈，你能在亲情和是非之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吗？我都不一定做得到。小小，
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真的是给我的吗？你有勇气去面对吗？其他的交给我。我想开始新的人生。王主任，小小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我想申请成为他的临时监护人，让他离开这里，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恢复。您的好意我们都理解，但申请临时监护需要走法律程序，而且李丽娟目前还没有被正式剥夺监护权，只是临时中断。如果她上诉或者提出异议，程序会变得很复杂。该走的程序我一步都不会少，您只需要告诉我需要什么材料，我全力配合。王主任，我们已经请了海城最好的家事律师团队来负责这件事，随时配合评估。好，材料清单我尽快给你们。不过有件事必须提前跟你们说，李丽娟这几天每天都来中心门口转，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嘴里嚷嚷着要见女儿，被保安劝走了。第二天又来，我怕她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她不配再见这个孩子。王主任，如果她再来骚扰，直接报警。小小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丽娜，丽娜，小小，妈妈来接你了，你出来啊！妈妈不打你了，妈妈再也不打你了。大姐，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现在没有探视权，再闹下去我们就报警了。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见他？是陈赫，是詹是你们的，对不对？他抢走了生下的还问我和女儿。李女士，请你冷静。根据法院的临时裁定，在监护权争议解决之前，你暂时不具备探视资格。这不是任何人指使的，是法律的规定。法律？我含辛茹苦把他养到18岁，现在一纸公文就把我女儿抢走了，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李女士，你的女儿送来的时候，手臂上有17处新旧不同的淤伤，你管这叫含辛茹苦？李女士，保重身体。在大门口这样闹，对你争取回女儿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法官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不适合做监护人。你是谁？周浩辰，宏达传媒集团。说起来，我和陈和是同行，更准确地说，竞争对手。你跟陈和合作了8年，他公司的运作方式、核心客户哪些每环节有漏洞，这些东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李女士，你想要回女儿，想要回尊严，想让陈和付出代价，靠你一个人在这里哭是做不到的。但如果你愿意跟我聊聊，也许我能帮你。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陈和的软肋。合作愉快。陈和的软肋。合作愉快。不错。陈和公司的核心客户名单、签约艺人的合同到期时间、正在筹备的几个大型项目的进度，甚至他的中层管理团队里谁跟他有矛盾。李女士，你这8年供货商没白当，耳朵倒是很灵。周总，这些够不够？你说过只要我配合，你就帮我把女儿要回来，把陈和搞垮。搞垮陈和，格局小了。我要做的不是搞垮他，而是吞掉他。盛世传媒过去3年拿下了60%的大型商业活动策划订单，还签了5个当红艺人做独家经纪，广告收入连续3年翻倍。他风头太盛了，整个海城传媒圈都在看他的脸色。但越是站得高的人，根基越脆弱。传媒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办公楼，不是设备，是人，是签约艺人、核心团队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只要把这3样东西一个个从他手里挖走，盛世传媒就是一个空壳子。你是说挖他的人？不只是挖人。你刚才说盛世传媒下个月有一场市政府的城市形象宣传片竞标，对吧？这个项目海城预算传媒行业最大的一笔单子。陈和志在必得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做前期策划。如果我能提前知道他的创意方案和报价策略，在竞标会上精准压价、精准超越，这3000万的单子就是我的。而失去这个项目的陈和，不但会元气大伤，还会让他的客户看到盛世传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周总，他那个项目的策划方案我虽然没直接看过，但陈和的助理苏晴有个习惯，他经常把重要文件打印好放在办公室外面的文件架上等陈和签字。我以前送货的时候有几次路过都看到过。
如果能找个人混进去，不用那么冒险，你只需要利用你还残留的那点旧关系，帮我接触一个人就够了。盛世传媒的创意总监赵明远，在公司干了6年，能力出众，但一直没被提拔为副总。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他对陈赫颇有怨言，这种人最容易被收买。好，我跟赵明远以前打过交道，他老婆喜欢用我店里的高档铅制笔，我也就会额外给他烧2盒，这份人情够我开口约他吃一顿饭。很好，不过李女士，我帮你打官司要回女儿，帮你重新做生意，这些都需要钱。你现在负债累累，这笔钱只能算我借你的，将来事成之后，你需要用别的方式来还。行，你说怎么还就怎么还，只要能让我翻身。做得好。这个本子打折，麻烦帮我拿一下上面那个。陈总，3个月前我还在为1箱 A4 纸的货源发愁，现在旗舰店就开业了。说实话，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像做梦。这不是梦，是你靠自己的实力和诚信一步步换来的。不只是我的实力，当初所有供货商都不肯卖货给我的时候，是你带我找到了王厂长；李丽娟带人来闹事的时候，是你站在前面挡住了所有攻击。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希光。沈老板，你不需讲的是恩情，你用一支合格的笔、一张合格的纸就证明了良心比手段重要的多，这是你教我的。陈总，你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没想到说起话来还挺感人的。有个不太好的消息，我刚接到法院通知，李丽娟请了赵律师做她的代理人，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了恢复监护权的申请，要求把小小接回去。赵律师，海城最有名的家事诉讼律师，李丽娟哪来的钱请他？我打听了一下，赵律师这次是免费代理的，背后有人在资助他。谁？还在查，但据说和宏达传媒有关系。周浩辰，他终于出手了。宏达传的周浩辰，他跟李丽娟怎么搅到一起了？李丽娟跟我合作了8年，传媒很多内部的事。周浩辰不是想帮李丽娟，他是想用李丽娟当跳板来对付我。那怎么办？如果法庭真的把小小判回给李丽娟，不会，不管周浩辰花了多少钱，法庭上讲的是证据和事实。小小身上的伤，李丽娟的行为记录，儿童保护中心的评估报告，这些才是法官判案的依据。周浩辰可以帮他请最贵的律师，但他改变不了事实。不过周浩辰既然出手了，就不会只打监护权这一张牌。苏晴，通知公司所有核心部门，从今天起进入1级保密状态，所有项目资料、客户信息必须专人管理，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接触。陈总，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周浩辰这个人做事讲究3板斧，先断你的外援，再挖你的人，最后抢你的客户。他对李丽娟感兴趣，不是因为他的眼泪，而是因为他脑子里装着我8年的商业秘密。陈总，查出来了，3天前，我们的创意总监赵明远被人请去了海城最贵的私人会所吃饭，请客的人是李丽娟。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还不确定，但赵明远那天回来之后行为就有些反常，还主动借口提前下班。那个项目本来是赵明远没有直接关系。周浩辰要用赵明远窃取我们的竞标方案。陈总，如果赵明远真的把方案泄露给宏达传媒，我们在竞标会上就等于赤裸裸的暴露在对方面前。那个项目预算3000万，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单子。苏晴，不要打草惊蛇。赵明远想看竞标方案，给他看。什么？准备2套方案，一套真的，一套假的。假方案要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逼真，创意够炫目，报价够有竞争力，让赵明远觉得他拿到了宝贝。等他把假方案递给周浩辰，周浩辰照着我们的假方案去做竞标准备的时候，我们再拿出真正的方案，让他在评审会上当场吃瘪。陈总，你这是……周浩辰想用我的人当间谍，那我就借他的手，给他送一份大礼。另外，赵明远的事先不要声张，让法务那边悄悄收集证据，等竞标结束之后再跟他算总账。老李，你不知道，我在盛世待了6年，6年，每次大项目都是我带团队熬夜做方案，结果功劳全是陈赫的，升副总，年年画大饼，年年落空。去年那个金鹤奖广告片是我主导的，最后站在领奖台上的人姓什么？姓陈。赵总，你的才华全海城有目共睹，以你的能力，不应该在陈赫手底下当一个创意总监。周总说了，只要你愿意过来，宏达传媒副总裁的位子随时留着你，年薪翻3倍。但是，如果我把竞标方案带过去，这可是商业鉴别，是犯法的。赵总，这是周总给你的见面礼50万，方案的事儿你就当是给新东家交一份投名状。等你坐上副总裁的位子，还怕没有更多的回报吗？方案，我后天能拿到。周浩辰的手笔，他不光想在商场上搞我，还想在法庭上给我添堵。陈总放心，证据在我们这边。李丽娟再怎么伪装，也抹不掉孩子身上那些伤。现在开庭，原告方请陈述诉讼请求。
审判长，我方当事人陈和先生申请成为被监护人李小小的临时监护人，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李丽娟长期对子女实施身体虐待和精神暴力，李小小身上17处新旧伤痕，有医院验伤报告为证。第二，被告多次将子女作为商业工具，当众强迫其下跪博取同情，有多名现场证人和视频录像为证。第三，被告因债务纠纷导致子女生活环境极度恶劣，已完全不具备安全的抚养条件。审判长，我方有不同意见。关于所谓虐待，我的当事人是独自抚养女儿18年的单亲母亲，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生意失败的多重打击下，确实出现过情绪失控和管教方式不当的情况，但这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虐待。此外，我的当事人已深刻反省，主动报名参加了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这是李丽娟女士过去1个月的心理咨询记录和家庭教育课程结业证书。她目前已找到新的稳定工作，具备重新抚养子女的基本条件。原告方对被告方提供的材料有什么意见？审判长，1个月的课程不能证明被告改变了18年的行为模式。我方申请调取李小小在教育保护中心期间的心理评估报告，以及听取本人的真实意愿，这是监护权案件中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同意。本案择期进行第2次开庭，届时将听取本人的意见。休庭。本案择期进行第2次开庭，届时将听取本人的意见。休庭。陈和，你以为请了律师就能抢走我女儿？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潇潇就永远姓李。李丽娟，你在法庭上演得不错，心理咨询记录、教育证书，还有那一身行头，都是周浩辰帮你准备的吧？你别管我的律师是谁请的，法庭上讲证据。你可以骗法官一时，但你骗不了潇潇。那孩子心里比谁都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母亲。等到第2次开庭，他自己开口说话的那一天，你准备好了吗？等到第2次开庭，他自己开口说话的那一天，你准备好了吗？陈总，情况不太好，这个月我们丢了3个长期广告客户，对方合同到期后都不再续约，转而跟宏达传媒签了新合同。不只是客户流失，我们跟几家新客户的谈判也遇阻。对方一开始很积极，后来突然冷淡，还放出风说我们内部管理混乱，核心人员不稳定。周浩辰在散布谣言，他一边挖我们的人，一边让市场觉得盛世传媒要垮。还有一件事儿，赵明远昨天深夜加班到凌晨2点，保安看到他打印大量文件，我让技术部查了他的电脑记录，他访问了城市宣传片竞标项目的共享文件夹。他看到的是哪一套方案？假的那套，真正的方案按照您的指示，只存在我个人的加密硬盘里，全公司只有您和我知道。好，让他拿去。陈总，赵明远叛变了，我们不处理吗？处理一个赵明远容易，但周浩辰会再安排第2个、第3个。我要做的不是抓间谍，是让周浩辰自己栽进坑里。竞标会在2周后，在那之前，所有人正常工作，不要让赵明远察觉到任何异常。另外，从今天起，西光文举对我们公司的日常办公用品供应全面升级。苏请你跟沈老板对接一下，把公司上下300多人的办公耗材全部换成西光的产品。既然是合作伙伴，就要从头到脚干干净净。
不能让人抓住任何使用劣质产品的把柄。明白。周浩辰以为拿了我的方案就赢定，他不知道，真正的棋局根本就不在棋盘上。他不知道，真正的棋局根本就不在棋盘上。陈总，我正想找您汇报，那个城市宣传片的竞标方案我研究了一下，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优化。赵总监，那个项目张总监在负责，你不需要操心。倒是你手头的那个化妆品品牌的广告提案，下周就要提交了，准备的怎么样了？那个差不多了。赵总监，你在盛世待了6年，是公司的老人了，我一直觉得你的能力被低估了。等这一轮竞标结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你的职业规划，怎么样？好，谢谢陈总。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可能，不可能的，我做的天衣无缝。艺高浩谦，现能记平淡道歉，如何在法庭上争取孩子同情？小小，妈妈这次是真的需要你帮忙，你只要在法庭上说一句话，一句就够了，说你想跟妈妈回家，一句话而已。等我要回了潇潇，周总给我安排的新工作就稳了，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等我要回了潇潇，周总给我安排的新工作就稳了，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小小姐姐，你画的是谁啊？这个是陈叔叔，这个是沈姐姐。小小，沈姐姐来看你了。你看这是什么？全国美术出版社出的最新的教材，里面收录了目前艺术界最新的绘画技巧，快看看，喜不喜欢？沈姐姐，下周法院的人要来问我问题，他们会让我回到妈妈那里吗？小小，你听姐姐说，法庭上法官叔叔只想听到你内心真正的想法，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也不需要害怕任何人，你想说什么就大胆说出来，不管结果怎样，陈叔叔和沈姐姐都会保护你。沈姐姐，我想画一幅画送给陈叔叔。好啊，你想画什么？画一个家，一个不会有人打我、骂我、撕掉我画的家。画一个家，一个不会有人打我、骂我、撕掉我画的家。小小，妈妈好想你，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小小，别紧张，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按照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回答就好，不需要顾虑在场的任何人，可以吗？第一个问题，在教育保护中心的这段日子，你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有干净的床，每天能吃饱饭。第二个问题，你愿意回到妈妈身边生活吗？我不想回去。小小，你在说什么？妈妈改了，妈妈不打你了，你忘了妈妈给你买的那条粉色裙子了吗？被告请安静，这里是法庭。小小，能告诉叔叔原因吗？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打我，考试没考好打，客人退货打，生意不好也打。她用衣架打我的手臂，用拖鞋打我的后背，打完以后她会哭，说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打我。可是法官叔叔，爱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陈叔叔和沈姐姐告诉我，
我可以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不需要害怕。法官叔叔，我不想回去，我害怕。本庭已充分听取了本人的意见，结合之前的证据和评估报告，将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裁定。休庭。陈总，他说爱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18岁的孩子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是啊，但他说出来了，就说明他已经不想再忍了。陈总，你做了正确的事儿。陈和，你毁了我的一切，你抢走了我的女儿，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沈老板，谢谢你这段时间对小小的照顾。那孩子今天能在法庭上说出真心话，你的功劳比我大。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倒是你又要打官司，又要应对周浩辰，公司还有那么大一摊子事儿，你不是铁人，也要注意身体。放心，还没到倒下的时候。走吧。今天先去看看小小，他在法庭上一定吓坏了。沈姐姐，我好害怕，我说了不想回去，妈妈会不会更恨我？不会的，你做了最勇敢的事儿，不管发生什么，姐姐和陈叔叔都在你身边，永远不会丢下你。小小，叔叔答应过你的话还记得吗？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你今天很勇敢，叔叔为你骄傲。陈叔叔，这幅画是给你的。画得真好，谢谢你，小小。画得真好，谢谢你，小小。光影海城，用镜头重新定义城市之美，创意角度从城市夜景入手，主打航拍和时间加速摄影，配合国际知名导演团队，预算报价2800万。通知创意部，针对这个方案调整我们的竞标策略。他走国际范儿，我们就走烟火气，从市井生活入手，打情感牌。报价嘛，压他200万，报2600。周总英明，这样评审组会觉得我们更接地气，性价比更高。不只是性价比，陈赫的方案我已经看透了。竞标那天我会让人提几个问题，恰好能暴露他方案的短板，到时候他想调也来不及了。陈赫啊陈赫，你以为你是海城的王，这把椅子该换人坐了。陈总，技术查到了赵明远的记录，3天前他把方案拷贝到了个人 U 盘，当天晚上他的手机通话记录里出现了一个号码，经核实是宏达传媒行政部的座机。果然，方案已经到了周浩辰手里。好在他拿到的是假方案。陈总，竞标只剩10天了，真方案的进度……真方案我已经在做了，不走国际范儿，也不走烟火气，我要走一条他们谁都想不到的路。什么路？新旧对话，把海城的历史影像和现代都市做时空拼贴，用老照片、旧新闻胶片和今天的同一地点做对比，让观众在2个时代之间穿梭。不请国际大导，请海城本地的纪录片导演，真实、有温度、有根。这个创意太绝了，而且成本可控，报价可以做到2300以下。重点不在价格，这个方案的优势是它不只是广告片，是一封写给海城的情书。评审团都是海城人，看到老照片和今天的对比，情感共鸣挡不住。苏晴，这个方案从现在开始只有你和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看到，包括赵明宇。竞标会当天，我亲自上台汇报。苏晴，这个方案从现在开始只有你和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看到，包括赵明宇。竞标会当天，我亲自上台汇报。陈赫，你的方案我已研究了10天，每一个创意亮点我都做了差异化应对。今天你注定是陪跑的。各位评审老师好，宏达传媒此次竞标主题是人间烟火城市之心。我们不追求炫技航拍和特效，而是把镜头对准城市里最真实、最动人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故事。方案报价2600万。你的光影海城方案比我高200万预算，创意更空洞，
陈赫，今天你输定了。在汇报之前，请允许我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年轻人是我父亲，1993年拍的《解放路》，那是他刚来海城打工。我们的方案叫新旧对话，用历史影像和今天实景做时空对比蒙太奇。每一个镜头由海城人讲述自己和城市的故事，不是明星，不是航拍，不是特效，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真实的人和他们走过真实的路。不对，这不是赵明远给我的方案。报价控制在2300万以内，比市场均价低20%，品质绝不打折。报价控制在2300万以内，比市场均价低20%，品质绝不打折。陈赫，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什么？赵明远，你故意让他拿到假方案，再让我按照假方案去做对策，你从一开始就在钓鱼。你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任你拿捏吗？我告诉你，这次我一定会让你输得连底裤都不剩。周总，你说的对，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起那个贪心，不花钱去买我的商业机密，就算我放了100个鱼饵，也钓不到你。周总，有句话我送给你：做传媒的人靠的应该是创意和诚信，而不是偷窃和阴谋。你花大价钱买通我的员工，收买李丽娟做棋子，甚至干预银行抽贷来破坏我的供应链，这些手段说轻了是不正当竞争，说重了是商业犯罪。你最好祈祷我手里的证据不会出现在法庭上的人。陈赫，你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提醒。我不想跟你打官司，因为那样对整个海城传媒行业都不好。但如果你继续搞小动作，不管是针对我的公司、我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个18岁的孩子，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代价。陈赫，你赢了这一局，但这场棋还没有下完。赵明远，50万，你在盛世干了6年，年薪加奖金，6年总共拿了300多万，结果你用6年的信任换了50万的背叛，值吗？陈总，我知道错了，我是被李丽娟那个女人忽悠的，是她说周浩辰能给我副总裁的位子。你是成年人，没有人能忽悠一个不想被忽悠的人。你心里不满我没提拔你，这是事实，我可以反思。但你选择出卖公司机密，这是你的人品问题，跟任何人无关。从今天起，你不再是盛世传媒的员工，公司法务部会对你的行为进行全面评估，如果涉及违法事项，将依法追究。另外，那50万是赃款，1分都不会让你留。陈总，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给过你机会，6年来我给了你足够多的机会。赵明远，做人做事，良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这句话，你记住。做人做事，良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陈总，法院的裁定下来了。法院裁定，鉴于李丽娟存在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且成年人本人明确表示不愿与被告共同生活，法院判决临时中断李丽娟的监护权，并同意由陈和先生担任李小小的临时监护人，期限1年，到期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行评估。很好，苏晴，帮我做几件事。第一，在我家附近租一套2居室的公寓，给小小布置一间属于他自己的房间，墙壁刷成天蓝色，他喜欢天蓝色。第二，联系附近最好的大学，办理转学手续。第三，约沈老板吃个饭。小小搬出来的第1天，应该有人陪他。陈总，您这是在约会吗？工作安排。明白明白，工作安排。陈
陈叔叔，沈姐姐，我可以走了吗？可以了，走吧，回家。走，陈叔带你回家。回家后，我要陈叔你做我的素描模特。好，你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回家后，我要陈叔你做我的素描模特。好。周总，法院判了，监护权被中电了，笑笑被陈和接走了。我知道了，竞标项目盛世传媒拿下，赵明远给你的东西是假的。假的？不可能！赵明远说那是公司服务器原版方案。你被陈和耍了，你的利用价值到此为止。你不能这样，你答应帮我夺回小小，重做事业。合作奖价值你已无用，欠款连本带利60万，1月内还清，否则催收不留情。我就是棋子，陈和、周浩辰都在利用我，谁是敌人？陈叔叔，你回来啦！沈姐姐做了红烧排骨，超级香。沈姐姐做的，那肯定好吃。陈总，别看我是做生意的，厨艺可不比专业大厨差。来来来，先洗手，开饭。陈叔，你吃。谢谢小小，你也多吃点，正在长身体。这个男人看起来冷冰冰的，对谁都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他对小小的好，却是骨子里的温柔。陈总，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小小搬过来之后，状态好了很多。但他有时候半夜还是会做噩梦，醒了以后就坐在床上发呆，等天亮。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临时监护，是那种永远不会消失的安全感。我知道，所以我已经让律师在准备正式的收养申请了。你要正式收养他？临时监护是有期限的，1年之后，如果李丽娟再来闹，再找什么律师打官司，小小就又要被推回风暴中心。我不想让他再经历那些了。正式收养是给他一个谁都夺不走的身份。你一个单身男人收养一个女孩，法律上可能会有很多障碍，审核、家访、社会评估，那些程序很复杂的。所以沈老板，收养审核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小小身边有没有女性的家庭角色。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以小小的生活顾问的身份，配合做一些审核和家访？陈和，你这个人连请人帮忙都说得像签合同一样。当然可以，不用说什么不情之请，我愿意的。当然可以，不用说什么不情之请，我愿意的。小小，妈妈只是想看看你。李丽娟，法院裁定你不具备探视资格，你出现在这里已经违反了保护令的规定。我不是来闹事的，陈和，求求你听我说一句，我是来给你报信儿的。周浩辰他没有放弃，竞标的事情他输了一局，恨你恨到了骨头里。他现在正在查你个人的背景，你父亲当年的事儿，他说只要找到你的黑料，就能彻底毁了你和盛世传媒的声誉。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周浩辰把我也甩了。竞标失败以后，他直接翻了脸，逼我还钱60万。
我已经欠了老刘30万了，加起来快100万，我什么都没有了，陈和，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指望你原谅我，也不指望你帮我，我就是想在彻底完蛋之前做一件不那么混蛋的事儿。你小心周浩辰，他比我狠1万倍。谢谢你的消息，但李丽娟，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小小面前了。你做的那些事，伤害已经造成了，不是一句报信就能弥补的。小小，妈妈对不起你。陈叔，妈妈好像变了。但有些伤害不是变了就能当做没发生过的。小小，走吧，出国留学班的张老师还等你过去做培训。但有些伤害不是变了就能当做没发生过的。小小，走吧，出国留学班的张老师还等你过去做培训。陈总，李丽娟说的那些话你信吗？他说的内容我暂时无法验证，但周浩辰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我了解。竞标输了一局不会让他收手，反而会让他更加疯狂。查我个人背景这件事，我父亲当年在海城从零开始打拼，白手起家做建筑工人，后来攒钱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就是盛世传媒的前身。他一辈子老实本分，从来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但他去世的早，很多事情的记录不完整。如果周浩辰想在这些陈年旧账里做文章，编造什么黑料的话，那我们怎么办？主动出击。与其等他编造谣言来攻击我，不如我先把父亲的故事告诉公众。苏晴，安排一个专访，不是商业报道，而是一个关于盛世传媒起源的人物故事，把我父亲怎么从一个建筑工人变成印刷厂老板，又怎么把印刷厂一步步发展传媒公司的历程，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光明正大，坦坦荡荡，让周浩辰想造谣都无处触手。明白，这就是最好的危机公关，先发制人，用真相堵住谣言的嘴。还有一件事，查一查周浩辰本人的底，他这么热衷于搞阴谋，我不信他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周总，陈和父亲的资料查完了，老爷子一辈子清清白白，连张罚单都没有。他的印刷厂从开业到转型，所有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就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倒是有一条，20年前印刷厂转型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发生过股权纠纷，那个合伙人后来移民了，官司不了了之。但这件事的档案还在工商局存着，如果拿出来添油加醋的炒作一番，股权纠纷，好，这个可以做文章。你去把那个合伙人找到，不管他在哪个国家，把人找回来。周总，这事儿如果被发现是你在背后操纵的，找不到我头上，你做你的，钱不是问题。是。陈总，很多人只知道盛世传媒是海城传媒行业的标杆，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只是一家小印刷厂。能跟我们讲讲这段故事吗？可以。盛世传媒的前身叫盛世印刷，是我父亲在1995年创办的。那年他32岁，刚从建筑工地上退下来，用省吃俭用攒了6年的8万块钱买了2台二手印刷机，在解放路的一间地下室里开了工。这是我父亲来海城的第一天，他推着自行车，口袋里只有30块钱。他常跟我说，做人做事只有一个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一家地下室印刷厂到今天海城最大的传媒集团，这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困难吧？困难太多了。最难的时候是2003年，印刷厂差点倒闭，当时所有人都劝我父亲放弃，但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债务，挨家挨户去找客户，一张名片一张名片的递。他说，只要你的活对得起人家付的钱，客户就会回来。后来客户真的回来了。听说转型期间还发生过一些合伙人纠纷。有，当时有一位合伙人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跟我父亲产生了分歧，最后协商退股了。这件事的法律文书在工商局都有备案，所有过程合法合规，清清楚楚。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做生意可以有分歧，但不能做亏心事。他给了那位合伙人应得的每一分钱，没有拖欠过一天。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父亲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良心。他教会我，不管做什么行业，良心是底线。没有良心的生意做得再大，也只是一座沙子堆的城堡，风一吹就塌了。盛世传媒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是因为我父亲给我打下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地基。周总，陈和这个专访，等于是把他的家底全部摊在阳光下了。现在如果我们再拿股权纠纷的事儿做文章，不但没人信，反而会显得我们是在故意抹黑。他怎么知道我要查他父亲的事儿？是谁走漏了风声？会不会是
李丽娟，那个蠢货，吃里扒外。那个蠢货，吃里扒外。请问哪位是李丽娟？李丽娟女士，有人以你的名义向公安机关提交了一份关于宏达传媒集团涉嫌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的举报材料，其中涉你本人提供的录音证据，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我没有举报过。举报材料是通过你的前律师赵振国转交的，他声明是受你的委托。李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全都完了，全都完了。陈总，大消息！公安机关正式对宏达传媒集团启动了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的调查，周浩辰已经被限制出境了。陈总，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周浩辰这些年在海城传媒圈的手段，不光是对付我一个人，他挖过多少公司的人，用过多少见不得光的手段拿项目，跟多少甲方有过利益输送，行业里都有人看在眼里。他只是太自信了，觉得没人敢动他。据说关键证据是李丽娟提供的录音，周浩辰指使他行贿赵明远，干预银行抽贷，以及策划针对我们的商业间谍活动，全都录了音。李丽娟录了音？是的，据说他跟周浩辰合作的时候就偷偷录了好几段通话。不过这些录音不是他主动提交的，是赵振国律师带他提交的。赵振国被周浩辰翻脸甩了之后，自己去了警察局。李丽娟这个女人做了一辈子损人利己的事，到头来却因为自己的小聪明，无意中干了一件正确的事。陈总，您觉得她是有意的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浩辰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苏晴，把公司上个季度流失的那几个客户重新联系一遍。周浩辰出事了，那些被他用不正当手段抢走的客户，很快就会重新考虑合作对象。还有，给王厂长打个电话，告诉他好消息，他的工厂不用再担心被人暗中使棒子了。明白。李丽娟，你提供的通话录音我们已经做过技术鉴定，确认是真实有效。周浩辰指使你行贿盛世传媒员工，干预银行信贷等行为已经查实。作为证人，你的配合态度对后续量刑会有影响。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关于你之前涉嫌受伪劣产品的案件，盛世传媒的诉讼还在进行中，但考虑到你在宏达传媒案中提供了关键证据，检察院有可能会建议对你从轻处理。警察同志，我能问一件事吗？我女儿，她现在好吗？我不负责这件事，但据我所知，你女儿现在由陈和先生担任临时监护人，生活和学习情况都很稳定。陈和，我刚从律师那边出来，收养申请的材料已经全部提交了。律师说，社周会在下周安排第一次家访。小小拿到表扬信。真的？那太好了。陈和，还有件事儿，李丽娟那边，我听说她在派出所配合调查，态度挺积极的。虽然她做了那么多错事，但最后那些录音确实帮了大忙。你恨她吗？说不上恨，他伤害了小小，这是我无法原谅的。但他也是被自己的贪婪和恐惧一步步推到了绝路上。有些人不是天生坏的，只是把自己弄丢了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不是善良，是因为我父亲教过我，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毁掉自己的心。好了，别在路边坐着了。小小说想吃你做的番茄炒蛋，赶紧来吧。好，马上到。好，马上到。经本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周浩辰作为宏达传媒集团实际控制人，利用商业贿赂手段收买竞争对核心员工，窃取商业机密，干预金融机构正常信贷活动，破坏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处被告人周浩辰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宏达传媒集团处以行政罚款1000万元，吊销部分经营资质。结果怎么样？4年。终于结束了。是啊，结束了。不管是李丽娟还是周浩辰，他们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但说实话，这个过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一生和女儿的童年，一个企业家毁了自己的自由和声誉。如果他们当初能守住底线，这一切本来都不会发生。所以你才一直在守底线，对吗？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干干净净、堂堂正正。陈和，这是你最让人敬佩的地方。沈老板，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我平时不会说话吗？沈芳菲，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让我相信，做好人不是傻。不客气。但以后你要是再叫我沈老板，我就不帮你做番茄炒蛋了。我就不帮你做番茄炒蛋了。各位，上半年我们的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诚信经营不是口号，是真正的商业壁垒。陈叔，我马上要出国了，这幅画送给你和沈姐姐。沈姐姐，陈叔，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会结婚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不需要了解。我去洗碗。那个文具盒好漂亮，哎，不对，上面印着的那只小猫不是我在家里随手画的吗？是你陈叔觉得可爱，于是让各大厂家都在文具盒上印了这只小猫。陈叔啊，这版权费还得结算一下，一会儿我们去吃烤鸭，这一单就由陈叔请了。陈总，你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风太大了，沈芳菲，法院批准了收养申请。从法律上来说，小小现在正式是我的女儿了。真的？太好了！小肖知道吗？还不知道，我想今天晚上告诉他。但是在告诉他之前，有一件事我想先告诉你。这1年多来，从最开始的合作到后来一起照顾小小，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不太会说那些花哨的话，但我想让你知道，你不只是我的合作伙伴，也不只是小小的沈姐姐。你是我想一直走下去的人。陈和，你知道小小上次问我们会不会结婚，你说太复杂了，现在还复杂吗？不复杂了。小小，叔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什么事？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叔叔的临时监护对象。为什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不是，
是因为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了陈小小，我是你的爸爸。爸爸。妈，你今天真美。小小，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和你爸也走不到今天。那是，我可是你们的头号红娘。沈总，不，老板娘，这是陈总特意让我去取的婚戒。这个工作狂，连结婚戒指都要刻上企业文化，这是爸的底线嘛？妈，时间快到了，我们准备出场。陈总，恭喜恭喜！今天这喜酒，我老王必须多喝几杯。王叔，西光文具能有今天，多亏了您的生产线。今天放开了喝。陈总、沈总，这可是咱们海城商界的强强联手啊！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好说，只要大家守住规矩，干干净净做生意，盛世的大门永远敞开。报应，这都是我的报应。我把亲生女儿当摇钱树，当出气筒，最后把她推给了别人。芳菲，感谢你走进我的生命，未来无论风雨，我都会护你们母女周全。国外的冬天冷，这几件羊绒衫必须带上，还有胃药、感冒药，我都给你分装好了，贴了标签。妈，我又不是去荒岛求生，圣地亚哥什么都有卖的。外面的东西能有妈准备的贴心，不许拿出来。小小，这个带上。爸，我有画笔了，带钢笔干嘛？小小，你出去是学艺术的，艺术需要灵感，更需要底线。这支笔代表着我和你妈是怎么起家的，也代表着盛世传媒和西光为主的。外面的世界很多，当你以后面临选择，面临名利的诱惑时，看看这支笔，记住不管走多远，飞多高，做事良心不能丢。爸，我记住了，人在，良心就在。到了报平安，按时吃饭，别熬夜画画。知道啦，妈，你跟我爸在家好好的，别总是为了公司的事儿加班。爸，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新的人生。去吧，去画你心里最美的世界。天塌下来，爸给你顶着。爸妈，你们放心，我这辈子绝不弄脏这支笔，绝不弄脏我的良心。子琪，我走了，再见，一路平安。